嗨，近排咧，我成日喺度研究呢個英國嘅經濟，我發現咗一樣咧好得意嘅嘢，就係咧，原來英國嘅殖民咧仲未完結嘅。而啲英屬領土咧多到你想象唔到，有啲咧仲喺一啲好奇怪嘅地方裏面，持續咗幾個世紀嘅大英帝國咧，雖然最終冇完全控制晒成個世界，但係無可否認，佢曾經係人類史上面咧最大嘅帝國民族。佢嘅領土高峰期嘅時候咧，曾經有大約4.5億嘅人咧係居住喺呢個大英帝國嘅領土上面，即係等於當時人口嘅23%。呢啲英屬領土遠到去印度、加拿大、澳洲、南非、東南亞多個國家，而更加得意咧就係英國到依家喺陸地上面嘅殖民數目咧，基本上跌到差唔多係零噶啦。但係咧仍然係世界上面咧擁有最多海上殖民地嘅國家。真㗎，你哋睇下，真係差唔多全部都喺海上面㗎。雖然某一啲領土嘅主權咧仍然係有啲爭議，但係你又知唔知英國之所以保留住呢啲咁細嘅島仔咧，全部都係有一啲獨特嘅原因嘅喎。好，喺我開始之前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同埋訂閱啦。睇勻晒英國海外領土有咁多個啦，唯獨係呢個島咧有一啲特別，遠離其他嘅殖民島。咁英國無啦啦要個島嚟做咩咧？放大睇下成個太平洋嗱，就喺呢度啦。細到睇唔到添，你哋都睇唔到係咪啊？嗱，就係呢度啦。佢個名咧就叫做 Pitcairn Island。今日我哋呢段影片咧就喺呢度開始。咁 Pitcairn Island 其實即係邊度咧？紐西蘭喺呢度，巴西喺呢度，阿根廷、智利、澳洲喺度，咦香港咧香港喺呢度，可以想像到好似嗰啲度假 feel 嗰啲咧，水清沙幼啊，風景宜人嗰種島仔。Pitcairn Islands 有幾大咧？成個島咧就係得47個平方公里。咁我哋香港咧成日都話俾人話係好細噶嘛，我哋香港咧其實都有1100個平方公里，單一個港島咧就已經係 Pitcairn Islands 嘅2倍啦。最近佢嘅另外一個島仔咧就係 French Polynesia 啦，即係大溪地。呢個咧就係法國嘅一個殖民島，比 Pitcairn Island 咧大88倍。大溪地咧俾人叫做係最接近天堂嘅地方，係地球上面咧最大嘅海上領土。Pitcairn 咧係得半個港島咁大，由4個嘅火山島咧去組成嘅一個群島嚟嘅。呢個島雖然咁迷你，但係咧佢有幾個世界第一嘅喎。第一就係佢係世界上面最孤立嘅人類居住地，最接近佢嘅大陸地咧就係紐西蘭。但係咧都講緊有5000個公里嘅距離，坐船咧都要3日先到到。佢亦都係世界上面咧最少人口嘅領土。最新嘅人口普查咧就確定咗佢哋得49個居民嘅啫。哈哈，一張相咧就已經影晒咧成個島咧有幾多人嘅啦。係咪有啲出奇咧？喺呢個太平洋嘅正中間裏面個島裏面咧，竟然大部分都係白人喎。睇落去得少少嘅原住民啫。Pitcairn 咧亦都有世界上面咧最特殊嘅法律體系。佢哋嘅法律除咗係英式嘅普通法之外咧，Pitcairn 嘅法律咧仲結合咗佢哋島上面嘅傳統習俗。譬如咧，島上嘅居民咧通常係以一個集體開會嘅方式咧去作出一啲重要嘅決策，去達成一個共識。啱啊，即係話佢哋自己講好搞掂數咧就得㗎啦。咁島上嘅人咧係點樣賺錢嘅咧？咁喺呢個咧咁蚊型嘅經濟上面啊，啲居民咧係以打魚啦、農業啦、做下啲手工藝品啦，或者賣郵票為生嘅。係啊，賣郵票咧係因為咧有一班嘅集郵發燒友啊，佢特登咧去 Pitcairn Island 嗰度咧儲佢哋當地嘅郵票。咁呢啲集郵嘅買家亦都係咧為當地嘅居民咧提供一啲收入啦。佢哋嘅土壤咧都好肥沃嘅，出產咧各種各樣嘅生果啦，同埋蔬菜，好似橙啊、金啊、甘蔗、西瓜、香蕉、豆咁樣等等啦。佢嘅畜牧業咧就主要係山羊同埋雞，以物易物啊 ，bartering 咧就係當地經濟最重要嘅組成部分啦。睇翻佢哋嘅經濟資料啦 ，GDP 咧國內生產總值係0，人均 per capita 嘅 GDP 咧都係0，勞動人口係15個人，政府嘅財政預算咧係746000美金，真係好 Q。咁島上面咧可唔可以上網咧？喺島上咧有一家雜貨店嘅，咁每個星期佢哋會開門3次啦，每次可以用2個鐘頭嘅 internet， 速度係好慢嘅。Pitcairn Island 最出名就係魚啦，所以咧嗰啲居民都係以食佢啲海魚為生啦。咁老實講翻，英國咧喺呢度殖民都幾百年啦，
仍然咧係冇一啲咩實際嘅經濟收益。咁點解英國當年要喺度殖民呢？而點解到依家咧英國都唔放棄呢塊咁細嘅領土呢？咁呢度咧要講少少嘅歷史啊，唔好瞓住啊！英格蘭咧係1790年咧就利用佢哋嘅軍艦啦，叫做 HMS Bounty。咁當時候呢隻船嘅船長咧就係 William Bligh，就遇到呢個叛變，被逼要離開呢隻船。咁呢啲叛徒咧最後就喺呢個島上面定居，仲將呢個島咧命名為呢個 Pitcairn Islands。但係呢個島咧最後亦都俾呢個英格蘭嘅皇家海軍咧發現咗，同埋佔領埋添，將呢個島咧重新納入喺英格蘭嘅管轄範圍。成件事咧就被稱為 Mutiny on the Bounty 啦。喺 Pitcairn 島裏面咧，佢嘅天然資源又係咩呢？佢哋冇礦物、冇鑽石，最出名咧就係得魚、蝦蟹啊、龍蝦同埋少量嘅農產品咁啦。但係你可以睇到當時嘅英國係有幾瘋狂，同英國相距係成17000個公里。英國咧遠道而嚟，唔通真係為咗呢條魚喺度殖民咩？殖民咧又唔係冇成本嘅喎，佔領完之後咧又要管理啦，又要搞基本嘅行政啊、醫療啊、運輸啊、軍事啊、管治，甚至係教育，全部都係成本嚟嘅喎。好啦，咁去到呢度咧，為咗我繼續了解成件事嘅發生咧，咁所以咧，我又去問自己，究竟英國咧當年嘅殖民嘅原因又係咩咧？睇完呢度咧，我發覺所有嘅資料咧，可能我要開幾集嘅 YouTube 片先講得晒，但係都唔緊要啦，我盡量濃縮一啲咧去講啲重點啦。本身作為呢個島國嘅英格蘭啊，喺19世紀末之前咧，佢哋嘅國王同埋人民都深信國家嘅未來財富啊，必須要喺呢個海上面先揾到，所以咧英格蘭咧大力咁樣投資佢哋嘅皇家海軍啦嘅軍艦同埋咧海上面嘅槍炮，除咗可以用嚟保護自己嘅島國領土之外，同時佢哋亦都咧相信通過佔領呢個土地同埋咧進行呢個海上嘅貿易咧，佢哋最終會得到更多嘅財富，令到成個國家富強。歷史上面咧就叫呢個做 Triumphant Transcontinental Growth。即係話一個國家成功通過跨越多個大陸嘅擴張同埋發展，而呢個擴張涉及一啲跨洲領土嘅征服啦、殖民、控制同埋統治，從而咧去實現佢哋嘅經濟、政治同埋軍事上面嘅優勢。由16世紀佔領呢個 Jamestown 作為呢個殖民地嘅開始，英格蘭咧進行一系列嘅佔領北美洲嘅行動。之後英格蘭咧就喺加勒比海地區咧建立咗好多唔同嘅殖民地，好似牙買加啊、巴哈馬等等。越嚟越強大嘅英格蘭咧就心諗啦，既然我都霸咗咁多地啦，係時候都諗諗咧點樣利用我哋最叻嘅船同埋殖民地咧賺更多嘅錢啦。喺1651年同埋1660年咧，英格蘭嘅議會就通過咗呢個航海法 Navigation Act。佢哋決定要對呢個殖民地咧嘅貿易實施更多嘅限制。佢哋就話啦，你哋呢啲咁嘅殖民地啊，進口咧就必須要進口我哋英格蘭嘅貨，而你哋殖民地出口貨物嘅話咧，亦都要經我哋英格蘭嘅輪船直接運去英格蘭嘅市場。咁其實呢種貿易咧喺某程度上係一個壟斷權嚟嘅。因為咧樣樣都要通過咧英格蘭嘅船咧先可以進行呢個貿易，而呢個制度咧最終成為對英格蘭咧最有利嘅國際商業系統啦。去到17至18世紀啦，越嚟越強大嘅英格蘭咧就被叫為呢個大英帝國啦，象徵咧佢哋喺世界上面咧建立咗一個好強大嘅帝國霸權地位。除咗1788年建立咗呢個澳洲嘅殖民地，控制咗成個印度嘅大部分地區，同埋非洲嘅加納、東非海岸，同埋加勒比海，以至去到亞洲各個地方。去到19世紀，大英帝國成為世界上面擁有最多殖民地嘅帝國，包括咗非洲好多嘅地區、澳洲、紐西蘭、加拿大、東南亞等地。喺呢個經濟效益上面，因為呢個航海法，大英帝國嘅殖民地咧，為佢帶嚟一個巨大嘅貿易收益。仲有礦產資源啦，好似金啊、銀啊、銅、鑽石等等，呢啲咁嘅資源嘅開採同埋出口，對英國嘅經濟咧起到一個好重要嘅推動作用。農產品上面咧，喺亞洲同埋東南亞、印度地區，好似糖、咖啡、茶葉、棉花，仲有鴉片等等，呢啲咁嘅產品喺英國嘅市場上面有好高嘅需求。佢哋仲利用鴉片喺亞洲咧一買一賣。咁之後香港發生咗啲咩事，相信咧好多人都知道啦。殖民地咧亦都為英國提供咗原材料同埋市場啦，推動咗成個英國嘅工業發展。佢嘅紡織啊、造船、煤炭、
銅鐵等咧呢啲咁嘅工業喺殖民地嘅需求之下咧，得到一個好快速嘅增長。但係去到20世紀二次大戰之後咧，英國面臨國內咧好大嘅經濟同埋政治嘅問題，同時成個國際咧亦都俾英國好大嘅壓力，要求佢哋放棄殖民主義，俾啲殖民地獨立。所以咧，英國喺1947年開始咧，持續幾十年嘅時間，逐步結束咧佢哋嘅殖民統治。但係好多人咧都冇留意，英國咧仲保留緊14個海外領土。UKOTS， 佢哋咧同英國咧保持憲法上面嘅聯繫啦，而喺呢啲海外領土裏面咧，有超過30名嘅公民，土地嘅面積係英國嘅7倍。依家咧90%嘅英國殖民地咧都係喺海上面噶啦，比起幾百年前佔領咗個殖民地之後，又要搶資源啊，要逼貿易啊，仲要趕走土著啊，呢啲咁可怕嘅歷史咧，依家佢哋嘅殖民方式咧已經變咗好多啦。喺我哋依家叫嘅殖民領土上面咧，大部分咧佢哋淨係會接受英國對呢啲咁嘅地方一啲嘅行政司法系統嘅管理，而大部分嘅殖民地咧其實已經享有咧好大程度嘅自治噶啦。Pitcairn Island 咧，雖然佢自己嘅資源唔多啊，但係咧呢個島咧，佢係處於一個生態多樣性嘅水域啦，即係好似譬如鯨魚啊、海豹啊、海龜等等呢啲咁嘅海洋生物咧，都係佢哋嘅棲息地嚟嘅。英國就話佢哋承擔住對呢個生態研究啦，同埋自然遺產保護咧，佢哋有一個責任。同時亦都要顯示咧，英國喺呢個南太平洋地區裏面有呢個地緣國防嘅影響力嘅象徵。另外一個英屬海外領土咧，就叫做 Falkland Island。全個島裏面嘅居民咧，就係得3400人嘅啫。佢哋嘅經濟咧，主要都係捉魚啊、畜牧啊，同埋一啲旅遊為主啦。咁講開呢個漁業咧 ，Falkland Island 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漁業地區，尤其咧係講緊佢喺南極嘅鱈魚嘅資源啦。另外一個好重要咧就係喺 Falkland Island 附近啊，仲有一個好豐富嘅石油同埋天然氣嘅資源。另外一個好重要嘅海外領土咧就叫做 Gibraltar 啦，佢咧有一個好獨特嘅地理位置，佢位於呢個地中海嘅南部嘅入口嘅地方，所以無論係呢個海上嘅通道啦，或者係呢個戰略要地咧，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地區。咁你哋可能唔知喎，有另外2個好重要嘅英屬領土咧 ，Bermuda 同埋咧 Cayman Islands 咧，其實係一個離岸嘅金融中心嘅大熱點啊！呢度關金融事啦，所以我會講多少少。Bermuda 咧同埋 Cayman Island 咧，佢哋都係一個特低嘅稅制啊。仲有咧，佢哋成立公司嘅成本係非常之低，所以咧好多嘅跨國公司啦，或者一啲大富豪啊，就會喺呢啲咁嘅地區咧設立一啲離岸公司去做呢個投資同埋咧做呢個基金。而好多喺呢個 Bermuda 同埋 Cayman Island 登記嘅公司咧，佢哋其實同呢個英國嘅金融系統咧有一個好緊密嘅聯繫，因為咧好多其實本身喺英國咧有業務，而呢2個地區同英國係一個領土嘅聯繫啦，所以有好多喺 Cayman Island 或者係 Bermuda 嘅公司，如果佢哋需要一啲金融嘅服務啊，做 deal 嘅時候咧，佢哋會用翻英國嘅投行，或者揾翻英國嘅律師啊，或者會計師啊，去為佢哋呢啲咁嘅 deal 咧去做一個 advisory 嘅角色，所以咧亦都間接令英國喺呢啲咁多嘅唔同嘅金融嘅 deal 上面咧係得到好大嘅經濟收益。除此之外咧，佢因為英國可以對呢個 Bermuda 同埋 Cayman Island 有一個管理同埋監督嘅角色啦，所以英國亦都可以確保呢啲咁嘅地區咧遵守翻佢哋 prefer 嘅國際法律同埋規範。所以呢度咧亦都係英國嘅必殺技啦，即係利用英國自己對呢啲離岸嘅金融中心嘅影響力，英國咧可以維護翻自己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同埋聲譽。亦都可以令到全世界繼續跟住英國 prefer 嘅金融秩序去走，而 Bermuda 同埋 Cayman Island 本身都已經有個完善嘅法律同埋司法體系啦。但係相對其他國家，佢又有一個比較寬鬆嘅監管喎，所以令到呢2個地區咧，成為一啲公司同埋有錢人咧嚟保護佢哋財產嘅安全港啦。咁多有錢人同埋跨國公司啊，投資落去呢個 Bermuda 同埋 Cayman Island 嗰度，增加國際咧對呢個英式金融體系嘅信任同埋依賴。不過呢啲咁嘅離岸金融中心咧，咁多年嚟咧都有唔少嘅醜聞咧爆出嚟嘅。就好似2008年嘅 Madoff Scandal 啊，麥道夫醜聞，呢個係涉及 Bermuda 咧一個大型嘅金融詐騙案。因為主角 Bernard Madoff 咧，佢利用咗 Bermuda 一個咁監管寬鬆啦，同埋低稅收嘅金融體系優勢咧，吸引咗好多投資者將佢哋資金咧投入喺呢個麥道夫銀行裏面，進行咧呢個人類史上最大嘅龐氏騙局。
至少用咗17年嘅時間，由幾千名嘅投資者裏面咧，呃咗幾百億嘅美金。又例如好似2016年啊，呢個 Cayman Island 嘅文件泄露案咁啦，就好似咧巴拿馬文件泄露咁樣。喺呢份文件裏面揭露咗有大量嘅大型跨國公司同埋一啲有錢佬啊，將佢哋資金咧轉移到去 Cayman Island，為咗就係做呢個避稅嘅行為。仲有喺 Bermuda 咧有一大堆嘅再保險公司，即係 reinsurance company。呢啲保險公司將佢哋風險轉去咧俾另外一家嘅再保險公司，而再保險公司咧又繼續咧接受保費、承擔風險，同時又將大部分嘅風險咧再轉移俾其他嘅再保險公司，一層隔一層，從而咧就令到好多保險公司可以獲得一個稅收啊同埋監管嘅優勢。品牌咧係你一間相信嘅公司，但係咧最後承保嘅公司咧，可能係一間 Bermuda 嘅公司或者其他嘅離岸再保險公司。咁如果依間嘅再保險公司咧冇辦法履行佢嘅承諾，喺法律上面咧，呢個投保者咧可能冇辦法獲得咧你哋預期嘅賠償金額。其實國際咁多年以嚟咧，都對呢啲咁嘅醜聞啊或者一啲避稅嘅行為咧好敏感㗎啦。不斷咁樣咧向 Cayman Island 啊或者 Bermuda 呢啲等等嘅離岸嘅金融中心咧施加好多壓力。但係我作為以前都喺銀行做嘢嘅人，我又真係見到好多 corporate financing 嘅 structure 咧，都係利用呢啲離岸公司咧去做嘅喎。咁究竟我哋嘅金融系統啊，可唔可以真係完全排除咗呢啲咁嘅離岸金融中心嘅角色咧？好，你哋又覺得咧英國海外領土嘅存在啊，佢嘅最大價值又係咩咧？第一就係呢個地緣國防嘅價值，第二就係經濟收益，第三就係佢哋有一個歷史生態啦，同埋文化保育嘅責任，第四，英國係唔應該保留任何嘅海外領土。將你嘅答案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啦。另外我哋都做咗好多唔同嘅投資課程啦，包括呢個被動收息課程同埋咧投資估值同埋財務分析嘅課程。如果你哋有興趣嘅話咧，可以 click 下面嘅連結了解一下啦。好，今日咧我就分享到呢度。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啦。訂閱嘅時候記得 click 翻個 long long 啦。下次再見，拜拜。